大家好，我是大帅。今天呢，大帅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不宁线的一个高阶教程。不宁线呢，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啊，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不宁线用起来是很难的。大帅没有见过几个用不宁线用得很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不宁线除了要考虑小周期的变化，还要结合大周期。而且不宁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盈亏比，能够帮你很好计算不同周期的盈亏比，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大家知道交易除了胜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盈亏比。那么这节课呢，大帅就通过4点来给大家把不宁线讲清楚，告诉大家一个不宁线的高阶办法，让你可以把握好盈亏比，把握好一个机会，真正的用懂不宁线。这样对你来说呢，这个指数啊，包括什么比特币呀、加密货币呀、期货呀、大宗商品呀、黄金白银等等，全部都是完全通用的，所有的走势都在不宁线之内。当然呢，一会儿还有几个参数要设置，大帅也会给大家来分享，所以请大家耐心的观看这个视频。喜欢的朋友呢，也请订阅大帅的频道。大帅呢也会给大家放出大帅的一个盘，包括大帅对于走势的一个判断，包括大帅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记录，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也了解一下大帅的实力。好，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不宁线都已经了解了，所以大帅就由难往简单说，这样给大家来一点挑战。首先不宁线你要想用好啊，最难的有2点。哪2点呢？第一点一定要是多周期的结合。什么叫多周期的结合？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就拿现在最新的这个标普指数为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标普指数，它现在的强度到底行不行？对不对？我们看日线级别，现在这个日线级别你能看到前面不宁线夸夸的一路沿着中轨往上涨，涨到这里，对吧？现在跌穿中轨了，沿着中轨开始往下跌了，并且呢已经开始深跌了一波，踩了一个双底又往上，看起来是强度不太够了，对不对？因为它的中轨已经往下了啊。那么它的到底强度够不够？这个是日线级别，现在来说它是不强的。因为大家知道啊，拿这个江恩体系最简单的来说，如果它强，那么它一定要达到2点。一点呢是新的高点，对不对？前面的这个标普的高点它还差得很远。还有一点呢是更高的低点啊，更高的低点满足了，但是还没有更高的高点出来，所以日线级别的强度是不够的。那么到底它的强度够不够？你光判断日线就会出很多失误啊！你有的时候明明好像日线不行了，它又夸夸的往上涨，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在多周期。那么这会儿呢，我们来切到周线上，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的状态啊。周线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不宁线其实是走得很标准的。怎么个标准法呢？由前面的涨到上轨，动势衰竭，然后回摸下轨，回摸完下轨呢又往上轨涨，并且没有怎么回踩中轨，直到最近才回踩中轨。所以如果大家看周线，你可以发现趋势还是没有问题的，除了没有上轨开口之外，趋势还是完全往上的。就算它要下跌，它也会怎么跌呢？举个简单例子，也会说涨上来跌下去，对吧？回踩，然后过不过前高，突不过去，形成一个双头回落，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啊。然后如果成功的话呢，那就是往上去回踩，然后不宁线上轨开口新高，然后新的低点，对不对？新的低点加新的高点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强势走势。所以这个走势呢，从日线级别上来说它减弱了，但是你切到周线级别，你会发现它的趋势强度还是够的。
那么你切到月线级别，我们来看一下月线，你会发现它的强度是完全够的。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月线级别，上升回摸下轨，站上中轨，冲到上轨，回摸中轨，上轨开口，对不对？而且大家要注意，它已经创了新高了啊，新的高点比前面高，对不对？低点比前面高，那么它完全无疑是一个月线级别的一个上涨趋势。所以大家把这个结合起来看长做短，你就知道，虽然日线对不对，最近的强度很明显是不够的啊，我们把这个日线切到最新的，对吧？不够的，但是你看月线它的强度是完全够的，看周线它也并没有说完全走坏。这个呢就是一个趋势，这么看完日线的下跌你就要注意了，往往就是机会了，尤其是这种走一个 W 底啊，双底，对吧？甚至走一个3底，一定要珍惜，因为几个周期它都是往上的，尤其是大周期它是往上的。好，这里还没有讲完，我不知道这个朋友听懂了没？没有听懂呢，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我接下来继续讲。搞懂趋势，刚才呢大帅已经给大家讲明白了，趋势是往上涨的，那么你的买点在哪里？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帅前面给大家讲的布林线的一个盈亏比。什么意思呢？在布林线不同的位置买入，你要承担的盈亏比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想赚大钱，那么你一定要确保最好的盈亏比。好，那么我现在从几个周期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然后再结合起来判断，方便大家理解。首先说月线的，这会儿是月线状态，那么月线状态的最近买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布林线中轨，这里是盈亏比最高的，因为布林线的标准走势，摸到上轨，回踩中轨，中轨撑不住，摸下轨，下轨撑住了，双底，反身站上中轨啊，然后冲到上轨，上轨再回踩中轨，中轨再往上轨攻，同时布林线中轨往上，最近的买点就是中轨这个位置，这个是月线最好的一个买点，就是盈亏比最高的地方。它跌到月线中轨这里了，你可以在中轨偏下一点，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江恩的体系啊，你可以在中轨偏下一点，也就是我们的支撑位偏下一点，包括前面这个支撑密集区，对吧？这有个支撑密集区啊，在这个位置呢，你来下一个买单啊。如果它跌穿了，那么你的盈亏比呢，损失只有这么多。但如果它涨上去了，你能赚的有这么多。我们不算太高，只算到上轨，你的盈亏比大概是1比4，1比4左右啊，这就是你的一个盈亏比，这就是最划算的一波交易。这个是月线，当然它能涨得更高呢，肯定是更好的，上轨开口更舒服，但是安全的一个盈亏比是只有完全这一段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这就是你最佳的一个盈亏比。然后现在买行不行？可以，但是月线没有最佳的盈亏比了，那么我们来缩小周期，看一看周线有没有盈亏比，对吧？周线的盈亏比呢，其实很简单啊，布林线回摸中轨，对吧？和月线一样，中轨就是盈亏比啊，所以在中轨这里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可以在中轨偏下的地方设一个支撑。你的一个亏损的范围啊，方便大家理解，我用红色画啊，你的亏损的范围是在回踩中轨支撑偏下一点啊，在这里啊，你的盈利的范围呢是在中轨到上轨的一个距离啊，中轨在上轨距离是哪里呢？是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一个盈亏比啊。甚至保守的话呢，你可以说擦掉一点，对不对？你少吃一点，用最保守的方式，因为上轨有压力，至少你也可以吃这么多吧。最上面一个不要，那么你的盈亏比可以达到1:5到1:6的这个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合适的啊。假设你现在入场，在现在这个位置入场，还有一半的盈亏比，对吧？如果你以中轨为目标，把这个成本抬高，还有一半的盈亏比，但是肯定就没有前面更划算了。好，那么切换回日线来说呢，你的盈亏比在哪里呢？日线来说，中轨还是往下的啊，但是现在已经强势站上中轨了，大概率它会在中轨这里来回震荡，或者是直接往上，然后把中轨拉上去，它再往上。所以你的盈亏比呢，在中轨偏下一部分啊，大概在前面这个底部。我为了区分，还是用红色啊，在前面这一波位置啊，大概是你的一个最大的亏损范围，你的止损是设在这条线，然后你的盈利空间呢是这么多啊。在这里呢，我们所有盈利空间算保守的盈利空间。我们知道行情启动以后，它会进入一种上轨开口的状态，沿着这个上轨不停的往上夸的涨，对吧？但是我们计算的时候呢，我们算最保守的，剩余的这波行情，这种叫趋势的玩法，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好了，那么给大家讲完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状态，大周期月线其实盈亏比已经不高了啊，在上轨开口的附近了，而且已经沿着上轨上涨了。小周期周线，对不对？还在这个中轨附近，盈亏比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有一半啊。第三呢，最小的周期是日线，盈亏比是比较高的，差不多也是一半多一点点啊，也是一半多一点点，这就是你目前的一个盈亏比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做的话呢，在大周期周线没有完全出问题之前啊，一般这种行情就算结束，周线也要摸到上轨附近，那么结合日线，你可以做一波小周期的反弹，在上轨附近看反弹的强度够不够，来确认是否要离场。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朋友们能不能听懂啊？因为在这里呢，我是一次给大家阐述的是我10年的一个交易经验，可能有的朋友一下就理解了啊，有的朋友一下还没反应过来。那么我接下来呢会继续给大家讲，但是多周期整体的判断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很简单，就像河流一样啊，我们知道行情。大家可以参考格兰币，一般总是走一个标准的弧度啊，涨上来，跌下去，又涨上来，是吧？假设这个是月线周期，它是这么走的。那么周线周期，对吧？在这个月线之上啊，比它冲的高一点，回落一点，高一点，回落一点，高一点，回落一点，是这么走的。当然不一定特别标准，但大体是这样，在月线附近来回走啊，这是周线周期。然后日线周期的话呢，这个就更小了，对吧？它是在周线周期的基础上走的，对不对？白线就当日线周期，它是在周线周期的一个基础上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多个周期来结合，既有大周期的股价，又有小周期的一个经络啊，最后又有这个最小周期的一个肌肉，最后又有最小周期的一个毛发。例如我们有的时候还用60分钟来做买卖点，那就是最小周期的一个毛发，这样都结合起来，你才能看清楚到底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你也能想清楚你这会儿到底处于什么级别周期的调整，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请朋友们一定要想清楚啊，你到底处于什么级别周期的调整这一点特别重要。为什么特别重要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知道不宁线的一个常见的走势，你周期越大越明显，对不对？什么走势呢？上攻的时候，从下轨攻到中轨，然后中轨震荡，震荡完攻到上轨，上轨震荡，震荡完继续攻，上轨震荡，震荡完继续攻，上轨震荡，然后回摸上轨结束。假设你把这个看作一个周期我们先不讲它是什么时间，但是逻辑是一样的。这个周期的时间范围越大，你要承受的时间空间就越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这里这个图用的是月线，那么月线在上轨这里回摸上轨过不去，或者月线进入了一个箱体的震荡周期，那么在这个周期里，你的一个震荡范围就是月线级别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这一段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图形，涨到上轨附近，然后震荡2个月继续往上涨。那么当你发现你是月线级别影响的震荡，那么在这个周期，日线会是一种什么走势呢？它会是一种标准的缩口走势，对吧？可能是一种小幅移动的一个缩口走势然后股价在这个里面呢上下波动，对吧？这就是日线周期走势。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纳闷，日线周期怎么是一个很小幅的走势，或者是这样稍微有一点点幅度的走势？你会纳闷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周期到了一个震荡的周期，或者说月线需要回调去接近中轨回摸来积蓄动能。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了，月线级别它要回调，月线级别回调一般回调几个周期呢？很简单，2个周期，对吧？这个一般是最小周期多的话呢一般是4个周期，对吧？这个江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参考参考江恩的体系，你实在不懂的话呢以后我也可以讲一点对吧？那你知道这月线要回调这么多个周期了，那么你的日线，对吧？或者说你的周线是不是就可以做波段策略，对吧？做一种震荡的波段策略小幅上涨，小幅回落，是不是因为你想月线一根月线等于4个周线，对吧？等于30个算个大概的30个日线，对吧？月线震荡2个月就等于周线震荡8周，日线震荡60周线震荡8周呢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周线来说呢毕竟它是比较短的那么60日的一个震荡区间肯定是完全够你吃的，对不对？震荡60，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震荡区间的月线，我们来看一下数据，这样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震荡是2020年9月这4根线是从2020年8月、9月、10月，对吧？我们没看日线，但我们切到2020年8月、9月、10月，我相信大家一看就会很清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注重一个大周期的一个震荡因为大周期的一个震荡肯定是很麻烦的肯定是很痛苦的好，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8月、9月、10月是从哪里开始呢？正好从这里，对吧？到10月算上最后一根线，它是这样的一个区间，对吧？你看是不是一个走得很标准？底部从这里上来然后再跌回去，又上来，又跌回去，又上来，形成了一个这个标准的一个箱体震荡区间，对不对？那么你把月线的趋势搞懂，在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里，你就很能搞清楚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交易，因为你都知道行情是震荡了，是不是就很简单了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大帅我知道是震荡，但我不知道它怎么个震荡空间，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对不对？震荡空间的话呢，一般来说按标准的布林线来说，对吧？中轨到上轨是它的震荡空间，但是大家要注意了，这里是一种开口的状态，
开口的状态你用不宁线的标准参数是不行的。那么开口状态我们要用什么参数呢？要用特殊的参数。这里呢，大帅给大家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用到一个神奇的数字，那就是7。大家看一看，是不是一下就很标准了？我们缩小，你看一看，是不是每根月线的支撑压力位置都很清楚了？是不是？你月线想买点，想买很容易在每个支撑位买，对不对？支撑位买，哪怕它走上轨开口，你也可以轻易的买到这个是大帅10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上轨开口的一个参数。那么在这里呢，既然已经讲到参数了，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首先要知道不宁线的参数设的是什么这里我们打开不宁线设置给大家讲一下不宁线的参数，在这里呢大帅用的是附图所以这个参数呢名称是 SD然后下面是宽度其实很简单上面第一个参数有的大家用的是不宁，对吧？永远是什么？永远是中轨是多少日均线例如你在这里设20，对吧？中轨就是20日均线，你在这里设7，就是以7日均线作为中轨。而下面的呢是标准差标准差呢一般我们不要动，因为你可以看到把数字改成这个神奇的7之后，标准差其实是很精准的包括你想做 T 都是很容易的，对吧？上轨卖，中轨买，上轨卖，中轨买，上轨卖，中轨买，对吧？都一样上轨卖，中轨买，上轨卖，中轨买然后跌到下轨也是很精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为什么要用7呢？其实7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大家知道这个一周有7天，对不对？很神奇很神奇，是大帅总结多年经验最好用的一个开口的数字没有开口你不要用没有开口我建议大家用默认的参数20就挺好用的，对不对？你看默认的参数涨到上轨，对吧？回踩下轨，它这个区间还是比较标准的，上轨下轨，上轨下轨，对吧？但是你说在这里上轨已经开口了，夸夸的拉起来了，你等它回调中轨，那你行情就错过了，完全没有了。那么这里你要用什么呢？这里你就要用刚才大帅给到大家的参数了，那就是7。你写上就会发现很神奇，整波行情的走势你都完全一目了然，还是同样的节奏，中轨买，中轨买，中轨买，对吧？你也可以随时上轨做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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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大家只用记住这个参数，然后在设置里把第一个代表均线的这个参数设成7就可以了。这就是特别简单也特别好用的一点大家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对吧？对于这种上轨开口的主升阶段都是特别管用的这个大帅就不多解释了吧，这个是大帅自己的一个交易经验如果你觉得别的参数更好用，你也可以修改，但在这里呢大帅分享自己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还是很好用的如果你觉得不习惯，你用你的也完全可以这个是参数的意义不宁线参数。然后刚才大帅给大家讲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开口在不宁线的使用里特别重要一点，不可忽视的一点，那就是开口大家一定要注意，开口和收口都是不宁线最不能忽视的一点。什么叫开口呢？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切到日线级别吧，日线级别会更明显。什么叫开口呢？开口就是说上轨和下轨打开，并且加剧。我们来找一段这个标准的例子给大家举一下。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一个标准的开口。开口的意思呢，就是上轨
往上走，同时下轨要往下走，这才叫开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俩不是一个方向的移动叫开口。那么这一段呢就叫开口了啊，开口了，而且是刚刚开口。剩下的呢，只要上轨一直往着上，然后上轨和中轨、下轨和中轨距离偏远，就叫延续开口。但延续开口呢不太重要，重要的只有这一段刚刚开口，这一段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一段特别重要的，甚至你不要等它开完口，对吧？开完口机会都错过了啊。那么开口怎么把握？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股价沿着布林线上轨移动，这就是开口的一个特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升浪。你可以发现在这个情况下它是很强势的啊，它不会像前面缩口期间，对吧，轻易的去碰中轨去碰下轨，它不会，因为它进入了强势上涨的阶段，对吧？这种阶段你很难追啊，除非你用刚才大帅说的那个神奇参数，对吧？你一打上你会发现，诶，大帅怎么这开口也可以这么轻松的追了啊？但是在此之前呢，你要是用默认的参数或者你不懂，你会发现这个布林线好像没什么用，是吧？好像开口了就做不了了，好像涨起来就不能提供机会了。那是你要搞懂，搞懂就继续可以做。好，然后这就是开口啊，开口代表趋势的启动。开口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这种啊，同样是开口，股价沿着上轨走，就叫上轨开口。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强势的特征。那么弱势的特征是什么呢？你也要特别小心，对吧？弱势特征就是同样是开口，股价沿着下轨走，就叫下轨开口，这是你一定要避免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开口，股价沿着下轨走，就是往下轨跌，这种情况呢是做空的机会，所以大家要分辨清楚啊，你这里到底是上涨的机会还是做空的机会，这点很重要。然后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布林线走平的时候，这种情况是震荡的机会啊，就是说没有打开也没有缩上，对吧？在这里慢慢的震啊，这种是震荡的机会，基本上就是从上轨跌到下轨，再到下轨涨到上轨，这种行情。然后有开口呢就有收口，对吧？收口是什么意思呢？收口就是行情结束的一个意思啊，就是由这个大涨转为震荡了啊，开始合并了。给大家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来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啊。其实一般来说收口的行情不是特别多，一般在这个大周期震荡，你有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月线级别震荡的这种状态，可能会进入一种收口的行情啊，这种的行情大家要特别注意啊，代表这个短期之内行情结束了，短期之内行情没有了啊，这是收口的一个常用特征，但一般收口不是特别多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对吧？这就叫收口啊，上轨和下轨同时往中间收，对吧？收完以后呢，进入一个窄幅震荡的阶段，这就是收口了啊。然后收口以后呢，阻力就在上轨，支撑就在下轨啊，阻力在上轨啊，除非这个中轨重新往上拉起来，进入一种上涨的状态，就是这么简单。好，大帅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今天讲的很有深度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其实我本来还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布林线和别的配合，例如和这个 RSI 和这个江恩体系的配合啊，但这个时间有限，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布林线还没讲完。好吧，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把布林线的基础讲一下。如果你已经懂的话呢，那么在这里呢，你应该完全了解大帅讲的内容了。如果你不懂的话呢，可以看一下。也感谢您订阅大帅的频道。大帅呢，作为一个10年经验的一个老交易人，也很想和大家分享大帅自己的一个心得啊，包括后面呢，也会给大家来分享
大帅的一个账户啊，到底应该如何做，给大家提前做一个趋势的预判。好，那么不宁线的最简单的几个啊，我就简单用2分钟概括一下吧。那么就是不宁线中轨决定趋势，你有中轨往上的时候，趋势是往上的；趋势往上的时候呢，上轨是阻力，中轨是支撑啊，所以它会这么走。涨到上轨回摸中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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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上轨回摸中轨啊，这个是没有改参数的一个标准不宁。如果你想把握每一波，那么你还是要修改一下参数啊，当然一定要是上轨开口啊。那么下跌趋势呢，则和刚刚完全相反。下跌趋势呢，中轨是往下的，那么中轨是一个压力，下轨是一个支撑啊，所以它变成反弹中轨回跌下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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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中轨走平，那么你就要注意了，要么它要进入震荡阶段，要么它要反身往上了。所以每次中轨走平就是趋势可能转折的地方啊，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最常见的就是在中轨附近震，把中轨震平了，然后反身往上走，这个是特别常见的一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然后震荡趋势就很简单，就不用说了，上轨就是阻力啊，震荡趋势画的标准一条3根线，对吧？上轨是阻力，下轨是支撑，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一样，对吧？沿着不太在乎中轨的走，直到中轨往上，对吧？开始这么走，或者中轨往下啊，开始这么走，对吧？然后这是上轨，这是下轨，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不宁线的来说呢，你要想把它搞深搞懂，还是有难度的。如果你只想浅浅的了解一下，其实很简单啊。然后最后呢，大帅建议大家呢结合江恩体系来啊，因为大帅研究江恩研究的比较多，很喜欢啊。江恩的话呢，你可以更好的判断一个趋势。例如在这里不宁线中轨往下的，那么我们知道中轨是阻力，下轨是支撑。我说起来很简单，你一听你也明白。那么我问你，当它这里夸夸的一根大阳线拉上中轨的时候，你敢开空吗？对不对？你可能会想，大帅你不是说这个中轨是阻力吗？啊，那么这里它就应该跌了，为啥拉到这里呢？这就是一个反弹强度的延续。那这里你敢不敢开空？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不敢啊，甚至可能去做多反而被套了。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大家可以用江恩的思路来套一套。其实很简单，新的高点有没有形成？没有。新的低点在不在？还在啊。那么这种情况它就没有到达趋势反转的态度。要想趋势反转有2点，一点呢，近的来说它得突破前面这个高点，得到这个位置啊，你可以认为它是反转了。远的来说呢，它从这个位置要跌不穿前面的低点啊，例如它跌到这里就开始有效反弹，并且又重新站上前面的这个高点了啊，这你也可以认为是反转。但是你会发现它都没有啊，它是选择从这个位置几个高点，对吧？几个低点，然后又跌下来，跌了一个新的低点，然后这个高点又没有突破，那你还是这里做空，这里做空，这里做空，对吧？甚至你不能判断那么精准，一般会以上轨偏下的地方做空啊，因为它是中轨往下的，所以就算它反弹力度再强，一般也不会一下涨到上轨。好，这个内容比较深奥了啊，大家可以理解理解，你可以想一想啊，也可以看一看江恩的这个内容啊。江恩讲的是很清楚的，包括它的一个反弹动能，你也要考虑在内，对不对？它的反弹动能是怎么样的？它这一波反弹，这波下跌了多少天？反弹了多少天？对吧？这波下跌了多少天？啊，大家也可以简单的画一个江恩角度线来判断一下。好，这个讲了这么多呢，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听麻了，但是大帅呢还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大帅自己的一个经验，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交易吃到肉，可以交易赚到大钱，
完成人生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呢，大帅也祝福大家。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打出来，大帅看到了都会一一回复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欢迎你订阅大帅的频道，大帅会给你分享更多干货。谢谢。